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老公前一秒才跟我提离婚，下一秒小三就给来电话要求见面。我和他约在咖啡馆，并且我刻意打扮了一番，挑了件酒红色的连衣裙。虽然在感情上我是输家，但至少气势上我不输。张姐是吧？我是曾鑫。小三站起来对我微笑，她有着极好的皮相，长发披散下来，有种我见犹怜的意味。李锐呢？我控制住情绪，坐在位子里。今天我答应赴约，前提是那个渣男也要在场。他还有事，就我们两个谈。也是一样，曾心不拿自己当外人，俨然和那个渣男是一体的。我冷冷看着他，一副胜利者的样子。我明明应该很愤怒，但此刻我没有，我居然冷静得出奇。或许是我骨子里的完美主义作祟。李锐出轨了，那他在我这里就没有挽回的价值。所以婊子要跟狗，我也不必生气，气伤了身体，对自己不划算。曾鑫见我不说话，开口道：今天约你过来，主要是想跟你解释，我和李锐一开始真的只是普通朋友，但因为我们在同一家公司相处久了，他咬了咬唇，一副难以启齿的样子，眼睛都开始湿了。其实我是个很传统的女孩，发生这样的事，我受不了良心的谴责，好几次想要退出。可是传统女孩会插足别人家庭，可别给传统女孩抹黑了。我不想听他废话，从包里拿出手机，你慢慢哭，我给李锐打个电话。曾鑫见我不搭理他，赶紧又说：李锐这2年也很不容易，你们那房子的装修费是他家里人掏出棺材本拿出来的，可就算这样，他还是说要把房子给你做这补偿。阿姨听说后气得病了。我和李锐婚房的首付是我家支付的，他家出装修。我知道李锐出轨后找过婆婆，她向着他儿子，只说我疑心病重。再后来我就想着自己解决，和李锐的事再也没找过他们。没想到今天这个三儿居然拿婆婆来试探我，看来他们早就见过了。也是，婆婆一直觉得我风头太盛，能力过强，性格上也压制了李锐。况且我为了升职，一直没要孩子，她早就看我不顺眼。去年李锐工作有了起色，年薪10万还有绩效，婆婆觉得自己的儿子威风了，她看不惯我在家一副大女主的样子，要给儿子重新选个温柔服软的，这也是意料之中。怎么分割财产是我和李锐的事，跟你无关。告诉李锐，有什么回家跟我谈。我今天过来的目的可不是听他扯这些我不爱听的。我拿起包要走，曾鑫拉住我的手，我像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上，恶心的要命，本能的甩开，力道确实有些大，但绝对不会令他倒在沙发里。然而他就是倒了进去，还含泪望着我，好像被我欺负的样子。张月，你做什么？身后传来李锐的怒吼。我在看曾鑫，瞬间懂了。李锐快步过去扶他起来。曾鑫哭兮兮地说：我告诉他我怀了孩子，求他放手。可没想到他更生气了，还说要弄死我们的宝宝。他们有了孩子，我很震惊。也是，如果没有孩子，李锐或许不会突然提出离婚，而婆婆也不会这么坚定地和他们同一战线。三儿嘴里的我心狠手辣。李锐恨恨地看向我：张月，我早说了，我对你没有感情，是在遇到他之前，我们走到今天这地步，不是阿欣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。我看着这个一起生活了5年的男人，说实话，就算我对他早已经放弃，但我生平第一次被人这么泼脏水，他又极力维护三儿，我的火气还是蹭蹭的往外冒。咖啡厅里人很多，
全都望向我们。我死死地压抑住怒气，今天我会来，也不是毫无准备。接着，一道尖锐的声音响起：“曾心，你还有脸出现？”曾心正靠在李锐怀里，哭得梨花带雨。没想到有人叫他，他看向来人：“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你勾引了我老公，还问我是谁？”来人猛地把李锐怀里的曾心揪出来：“你不是拿了我老公的钱打胎吗？说好滚出这座城市，再也不出现，怎么又来了？是不是嫌我老公给的钱不够？”说着，女人抬手就往曾心的脸上重重几耳光：“我打死你这个专门勾引人家老公的狐狸精！”曾心被打懵了，李锐也愣在那里。他八成想不到自己爱着的传统女孩居然有那么精彩的过去。曾心哭着往李锐身后躲。店长过来说：“我们这里的动静影响了其他客人。”女人气冲冲地指着曾心，看李锐：“你就是他现任？我可告诉你，这女人跟过的男人多到10个手指头都数不清，子宫刮得比纸还薄，当心生不出孩子。”“你胡说！”曾心疯了一样的尖叫，可那个女人头也不回地离去。曾心愤怒地看着李锐：“你还是不是男人？都不帮我打回去！”那么多目光看过来，又当着我的面，可能李锐觉得丢人的很，他甩下曾心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曾心气得直跺脚，我看着他狼狈的样子，嘴角缓缓扯开一抹笑。传统女孩，日子还长，咱们走着瞧。李锐是我的初恋，他学历大专，但长相颇为帅气。认识他那会儿，他在一家小公司任职员，月薪只有2000多一点，工作整整3年都没什么起色。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，劝他辞职脱产培训。后来他不但拿到文凭，还拿到专业技能证书，在找工作的时候就容易了很多。也就是去年底，他的工作有了质了飞跃。然而我万万想不到，他有了些成就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找仨，还反咬我一口，说我一直逼他往前走，跟我一起生活压抑。我是个可怕的女人，超强的控制欲令他受不了，他不想再忍了。呵，之前他几千1个月的时候，没说我让他窒息；他脱产学习，要我交学费，靠我养的时候，没说我逼迫他前进。他现在嘴里的这些过不下的理由，不外乎在掩饰他是渣男的借口。想到和他一起度过的日子，我真是有种良心喂了狗的感觉。就在我懊恼的时候，电话响起来：“姐，刚才我的表现，你有没有爽到？为了帮我教训三儿，你手都打疼了吧？等这件事过去，姐请你吃大餐。”不错，咖啡厅里的女人，我安排的，是我闺蜜的妹妹。那个三儿会表演，不代表我手上没有演员。不过打三儿也只是逞一时痛快，李锐不会因为这点就跟他分开。但没关系，这只是开胃菜，后面我给他们安排的才是重口味大餐。这个时候我庆幸，这些年家里的经济大权由我掌控。李锐不知道家底有多少，我跑了几处房产中介，看了好几套不错的房子，隔天就带父母看房。我的父母都是明事理的人，知道李锐出轨后，他们都说好在没有孩子，离起来也省心。现在家里积蓄一共70多万，我快刀斩乱麻，全款购置了一套，写上父母的名字。闺女，这样做真的不会出事吗？妈妈也知道这些钱虽然是我赚的，但法律上算夫妻共同财产。我现在给他们购了房，担心我后面惹麻烦。妈，你闺女你还信不过，我敢这么做，自然就不怕她闹。我这人凡事不打无准备的仗，这套房我写父母的名字，法律上算赠与，李锐想要就得打官司，而法律上在这方面界定又模糊，麻烦一大堆。
够李瑞耗的。更何况转移资产只是第一步，我后面还有其他动作，足以李瑞没脸找我要这笔钱。父母见我说的这么肯定，也就不再过问了。这2天李瑞没回家，也没给我电话，但不表示我会被动等待他们的羞辱。我让幺妹找到李瑞的公司，大吵大闹，还是相同的话术，曾心是只狐狸精，几次3番插足别人的家庭。我听幺妹说，李瑞那天挺身而出，把曾心护在身后，还说幺妹污蔑曾心。幺妹就问：你敢否认他是你现在的三儿？李瑞公司的人都知道李瑞是已婚的，三儿只是他助理，平时走得近一些，也没多想。这会儿幺妹这么说，众人哗然。李瑞当时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曾心则是哭着跑远，闹了一场。幺妹满意的离开。姐，现在全公司都知道那女人是三儿，还跟过很多男人，打过很多次胎。就算李瑞相信她，但人言可畏。我想那个三儿不会再待在公司里了。事情一步一步按我的计划进行着。我说，我想尽快把离婚的事处理好，所以准备一下，可能就是这2天的事。好嘞，随时等你电话。之后我找来师傅，在客厅和卧室装上监控，一切妥当了。我给李瑞电话，我仔细想过了，离婚不是小事，这里面毕竟涉及了2个家庭。我正好这周去杭州出差，我想再好好考虑一下，1周后咱们再来谈吧。李瑞说，不管怎么谈，我的态度绝对不会改变。他在电话那头说得很坚决，看来曾心是彻底收服了他的心，不管曾心是怎样的人，他都认定了。又或者他听信了曾心，幺妹就是恶意诋毁。我原想着，如果李瑞因为幺妹的介入而对三儿弃之不理的话，或许会回头求我复合。那个时候我可以让他当条狗，在我面前摇尾乞怜，但我依然一脚把他踹开。可现在他们还是执意一起，也别怪我不留情面。我给秘书说我要离开1周，我住在宾馆。果然第3天，秘书来电话说李瑞询问我是不是出差了。那个男人的一切动向都在我的意料之中。我打开电脑查看监控，夜里李瑞带着三儿进了我的家。阿瑞，你们这套房子你能要到手吗？三儿被李瑞牵进客厅，他抬头打量着客厅，很明显他不仅要抢我的男人，还要抢我的财产。我咨询了律师，这套房子算共同财产，就算这些年全是他还贷，但还得1人1半，所以到时候看吧，是他要还是我要？实在不行，我给你买套新的。李瑞单手拥着曾心的肩，是那种恨不得把全世界都给他的宠溺语气。我在屏幕外看着，指甲都掐在掌心里。靠我养了那么多年，还想分走我的财产？做梦！李瑞叹了口气，又说：可恨这些年我工作上都没有大的进展，所以家里的资产我一概不知。前面我回来找过，银行卡和存折、房产证都不知道让他放哪儿了。阿瑞，没关系的，你现在最大的财产就是你的工作能力和潜力，就算离婚了，以你现在的本事，也能让我和宝宝过上幸福的日子。我相信你。曾心靠近他怀里，我冷冷在屏幕这边看着，我不想听他们山盟海誓，我这个当老婆的只想他们尽快奔向主题。也就不到5分钟，2人就腻歪到了一起。很快，李瑞抱三儿进入卧室，强烈的愤怒和恶心令我身体产生极大的不适。我抚住闷得发疼的胸口，打电话给幺妹，他们进我家了。那对狗男女还当真趁你不在来家里搞，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很快，幺妹来到宾馆，脖子上还挂着一部相机。我们开车回到小区，来到物管处，
假装说我钥匙掉了，要请人开门。物管做了登记，但说撬锁需要有警察在场。我们又去派出所，再带上开锁师傅，在物管人员的陪同下，一起来到我家门口。很快开了锁，卧室有灯光射出来，幺妹喊了一声有贼，拿着相机第一个冲去卧室，其余人也跑过去。床上的李瑞和曾新正恩爱得很，突然被人破门而入，我听见曾新尖叫了一声。等我过去的时候，李瑞裹着被子下床，要抢幺妹手里的相机。我上去，抬手就给李瑞一个耳光。好啊，李瑞，没想到你这么不要脸，竟然趁我不在，把女人往家里带。就是你这个臭男人，在外面乱来就算了，居然还把小姐带到家里来，你怎么不去死？幺妹吆喝得很大声。派出所的人瞟了我一眼，他们见的事儿多了，我猜他们一下子就知道他们被我利用了，成了捉奸现场的证人。你们别胡说，阿欣是正经女孩，我们不是非法关系。李瑞气不打一处来，他和曾鑫被抓了在场，不仅被这么多人看到，还被拍了，这会儿当着警察的面还被说成非法关系，他都要跳起来打幺妹。派出所的人快步上去，好了，他指着幺妹，别拍了，再转头对两人说，你们穿上衣服，马上出来。随后我们一行人去到客厅，物业的人和开锁师傅离开前的表情耐人寻味。派出所的同志看我说，你想清楚，是不是认识里面那个女人？婚外情和你嘴里的事可是两个性质，后者弄不好是要留案底的。我当然知道，婚外情的话，警察只能当成普通家庭纠纷处理，教育一下就行了。可如果出钱找女人，那就可能让李瑞留下案底。我看他只回了一句，他有案底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派出所的人不再说话了。李瑞出来指着我骂，我知道了，这一切都是你搞出来的，你们是一伙的。李瑞指着幺妹的头，如果不是警察拦着，他都冲上来暴打幺妹的头了。幺妹矢口否认，我不认识你，我只是过来旅游，没地方住，想借张姐家住一下，正巧拍下你们乱来的相片。不大的屋子闹哄哄的，派出所的人把我们都带走。备案的时候，李瑞坚持阿欣是我的女朋友，张月明明认得的，张月是故意整我才那么说。警员看他一眼，她是你女朋友，指了一下我。那么这位是谁？她是我老婆，不过我们快离婚了，马上就没有关系了。李瑞说话有些结巴。警员又问我和李瑞什么关系？夫妻。我冷淡地说，又补充，虽然我们快离婚，关系再不好，这也不能成为他出钱找女人的理由。张月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李瑞也知道这是如果立罪，他吃不完兜着走。他冲我怒吼，曾鑫则是突然跪下来，哭着向我求情，张姐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不要脸，求你不要告我是卖的。如果他们给我留案底，再找家里人，我这辈子都没法活了，我都懒得跟这个三儿搭话。幺妹见我黑着脸，往前2步，你有没有办法活？跟我姐有什么关系？你说自己不是那种人，那把你单位的人还有家里人叫来给你作证啊！听到这里，曾鑫捂着脸崩溃大哭，我不为所动。李瑞暴跳如雷，派出所的人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不得不出来调解。不管什么关系，你们3个都先登记一下。由于我是报案人，带着不放，坚持不认识曾鑫，并一口咬定李瑞和他是买卖关系。派出所的人只好联系李瑞的父母过来，阿姨，快和他们说清楚，我不是那种女人，和李瑞顶多是婚外情。曾鑫抓着婆婆的手求她和警察说明情况。婆婆已经知道了事情大概，她
他走过来对我说：“张月，今晚你实在过分了。就算阿瑞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也是家丑。俗话说，家丑不可外扬。你倒好，闹派出所来，白白叫人看笑话。”这老太婆没半点指责自己的儿子，张嘴反倒说了我一通不是。妈，听你这口气，你和这女人认的？我故意问。婆婆一时语塞。我猜得不错，这老太婆一开始胳膊肘向儿子拐，是早就认了曾心这个儿媳，八成是看上她肚子里的那团肉。我看了眼办案人员，他们神色有些不耐烦。我赶紧说：“好，既然他们说不是买卖关系，只是婚外情，那我要看他们手机里各类软件上的通信内容，这才是我的真实目的。要这两人承认婚外情，并把他们的私下通话成为我的证据。走到这一步，李瑞和曾心没办法，只能乖乖交出手机。我请办案人员帮我把他们的聊天内容打印出来，同时李瑞要幺妹拍的相片全部删掉。我们当着警员的面满足了他的要求，折腾了许久。婆婆、李瑞还有曾心搭出租车离开，我跟幺妹回了家，想着李瑞跟曾心在这个家里那么多地方滚过，我无比恶心。我想等离婚后房子到手，我马上把它卖掉。我收拾了几件衣服，拖着行李离开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找了开锁师傅把家里锁换了，再去物管处报备。我和李瑞正打离婚官司，物业不可以私自放人进来帮他开锁。离婚虽然是我的目的，李瑞就算是过错方，但财产上的分割在法律上界定模糊，而房子、财产、存款，我可一分也不想分给他。所以接下来我要利用手上的东西，要他主动放弃。没多久，李瑞给我电话，怒气汹汹地质问我凭什么换锁。我没理他，他又口气很硬地说，这婚他是离定了，要我不要做没用的挣扎，赶紧找时间签协议。我没有犹豫地说，明天下午5点约个地方谈离婚的事。隔天我们约了个包间，李瑞带来父母以及律师，我身边只有一个律师陪同，没有不必要的寒暄，大家直奔主题。李瑞可能是私下调查了我的财产情况，开门见山地说，你最好解释清楚，你给你爸妈刚买的那套房是怎么回事？你这算转移夫妻共同财产。我不慌不忙地说，我作为女儿给爸妈买套房，孝敬他们，这需要什么解释？呸！你还好意思说？婆婆愤怒地看向我，我轻笑一声，我怎么不好意思？李瑞自从跟我结婚后，这些年都是我养他，不仅他，连带你们二老都吃我喝我这么多年。他经济好起来是去年年底的事，可他也没见得给我买过一根项链、一套衣服。我花我赚来的钱，跟他没半点关系，他也管不着，更不必你们这些外人多嘴。婆婆脸色马上通红，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她一清二楚。李瑞确实没往家里拿过钱。对方律师说，张女士，无论夫妻方谁赚的钱多，只要在婚姻期间，就应该视为夫妻共同财产。你的律师没跟你说吗？我的律师反击道，子女孝敬父母的这一部分支出属于正常家庭开支，怎么算转移财产呢？婆婆马上跳出来，你爸妈本来就有房，根本不缺住的。我看着她，冰冷地说，我孝敬老人，跟他们缺不缺有关系吗？张女士，你不用强词夺理，这个理由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。他的律师说，那就走法律程序，看怎么判吧。我的律师建议他们直接起诉。公公早年是初中语文老师，也是李家唯一明事理的人，他知道是自己的儿子犯错在先，便说，小月，我知道是我们小瑞对不起你，
我们也咨询了律师，按照婚姻法，他该给的补偿他给。这样吧，这套房子我们不要了，你们现在住那套，给一半产权就行。爸李瑞不满地叫了一声，婆婆也拉扯公公的袖子，你别说话。我看着李瑞和婆婆恶心的嘴脸，没有退步地说，房子我不可能给你们的，不过我也不想被人说占便宜。当初你们只出了10万的装修费，我可以按照装修折旧率给你们。李瑞气得破口大骂，婆婆也骂我心太黑。律师一直强调是共同财产，我不能这样分。我的律师见我已经不想再谈，便说，既然大家分歧这么大，那就法庭上见了，上就上，还怕你不成？婆婆在旁边给李瑞助威，张女士，上法庭判决的结果不会给你所说的那么多。她的律师提醒我，我的律师全权代理我，上法庭也要看证据。证据？什么证据？他的律师估计看我态度这么强硬，又提到证据，语气里带着疑问。我的律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照片，甩在桌上，各位慢慢看吧。李瑞抓过去，只看了2张，脸色就变白。他赶紧收拢拿在手里，不让父母看见。你们好歹毒，当初不是当着警察的面把照片全删了吗？这些又是哪里来的？难道你没发现相片里的姿势是相机拍不到的吗？我问。李瑞恍然大悟，没想到你这么卑鄙，居然在家里装监控。我本来只是防贼，是你们自己要来我的镜头下面玩，我又有什么办法？我一句话让我的非法偷拍变得正当。他的律师严肃地说，就算你有这些东西，也只能证明李先生外遇，而外遇这件事我们是承认的，并且因为外遇，李先生已经同意把存款全给你，这些已经足够了。我知道他们这么轻易就把存款的事抹去是有原因的，毕竟孝敬老人的钱完全可以视为正常支出，而非转移财产。而且就算判定我转移财产，房子我已经买下来，想要回去再重新分配，需要走非常复杂的法律程序。再来，李瑞有错在先，法庭判决也是少分财产，那样耗时耗力又拿不走我现买的房，他们才不在上面纠结，打算主攻我们住着这套。然而我就不让他们如愿，我说，反正他婚外情的记录我是拍下来了，你们要上法庭，咱们就上，丢人的又不是我，所以你是想用手上的东西威胁我的当事人吗？他的律师语气严厉起来，我们不是威胁，我们只是说上了法庭，我们会呈上什么样的证据？我的律师替我说话，他的律师脸色完全阴了下来。我猜他们80%在兜里放着录音笔，如果刚才我说他们如果不按我的要求来，就把证据公之于众，他的律师可以马上报警，并且起诉我勒索。但我的律师早就和我沟通过话术，我们只说上了法庭，那叫证据。我们手上所有的东西都能从违法变成合法。他的律师一直不作声，似乎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。陶律师，你说说话。婆婆推了推律师的手肘，要他攻击我。李瑞粗声道，上法庭就上法庭，我还不信。夫妻共同的东西，他们会全都给你。我平静地看着面红耳赤的他，既然你坚持上庭，我同意，不过建议你的律师给你解释一下证据认定的流程。他的律师说，所有照片和录像的证据都应提交原件，由技术人员检验。比如张女士手上的视频，时长有多长，就得提交多长。李瑞愣了一下，有些语塞。你是说那些录像会被很多人看到？很多人。我又说，而且现在各部门临时工多得很，
会不会有人上传小片也说不准，毕竟现在的人，你懂的。李锐一下子像斗败的公鸡，双肩搭着，再也说不出话。公公突然站起来，语气沉痛地说：“房子不要了，我们啥都不要。李锐，你要是个男人，就净身出户。公公一辈子教书育人，临到老了，儿子成为别人眼中的笑柄，他可丢不起这个人。”公公冲了出去，婆婆咬了咬牙，对我说了几句诅咒的话，也离开了。李锐再不甘心，终究还是咬了咬牙：“好吧，你的要求我答应，那就在协议书上签字吧。”我的律师把事先准备好的离婚协议拿了出来，明早8点到民政局办手续，可以吗？李锐拿起只有1页半的协议，翻看了一下，上面不外乎所有的财产明细，他全都失去。次日，我和李锐到民政局，虽然还有冷静期，但那对我和他来说只是程序问题，也只有一切办理完毕，我才会把录像底片给他。但这还不是我要的结局。李锐从事广告设计工作，这些年他偷了别人多少点子，剽窃了多少创意，我全知道。我给受害公司还有李锐的公司发去举报邮件，他们这行最忌讳的就是抄袭。我要李锐不仅丢工作，还要在这行混不下去。婚姻冷静期的这1个月，我在工作上更加卖力，接连谈成了好几个项目。老板对我十分满意，说想把我调到外地的分公司任总经理，征求我的意见。如今我没有家庭的羁绊，工作上能升职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。我收拾行李，发现衣柜里的行头都是1年前的。我决定购置几套最新款，也方便在新环境里给人一个好的印象。我去商场，没想到偶遇李锐的同事，之前他们公司团建，李锐带我参加过。我本来只想和他有个点头之礼就走，没想到他把我留下。从他嘴里，我听说李锐现在过得很不好，因为抄袭别人的创意，被对方追责，而且甲方也向公司索要赔偿。李锐被辞退，听说连接应聘了好多家公司，都没被录用。就算通知面试，对方也只是想看看这个已经在业内出名的人物到底长什么样子。现在的李锐在广告界犹如过街老鼠，还想继续这行，就得换个城市，若不然就转行。而当初信誓旦旦跟他同甘共苦的曾心也离开了他，说是刺激过大导致流产，但大家都在猜曾心是自己去打的。那个女人心机很深，当初相中李锐也是看他高大帅气不说，还有前途。可现在的李锐已经落魄到连房子都没有，还求职无门。曾心不可能为这样的男人赔上自己的一生，他走得很果断。据说离开时已经傍上了另一个高富帅。我没有暗爽，也没有一丁点心疼。事情虽然过去不久，但那2个人就像出现在我生命里的所有普通人，激不起一点浪。没多久，我收到了婆婆打来的电话，先是说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话，问我身体如何，工作怎样，这个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后来她就在电话里说，李锐知道错了，但男人都会犯错，而且他是年纪轻，被花花肠子的女人骗，其实本性不坏，他还是很在乎我，舍不得我。我知道李锐现在过得不如意，工作没着落，曾心也跑了，李家到手的孙子也没了。婆婆这才想起我，她此刻这般放低姿态，不过是想她的儿子继续当个寄生虫，在我这里混吃混喝。可我的脑袋被门卡了一次，怎么可能还在相同的地方被卡2次？不过我还是算客气，电话里说：“阿姨，我和李锐已经过去了，
我马上要到新的城市工作，我和他不可能复合。你要去新的城市，要不你带着李锐一起，就算当个苦力，他也是够格的。若不然，你这么个女孩子，只身去陌生的地方也不安全。有李锐跟着，我们大家才放心。我真想吐他一脸口水，天底下怎么有这么不要脸的人？我说我有电话进来，便切断了和他的通话。我把和李锐的房子卖了，这段时间我都跟父母住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妈妈也在我面前说婆婆给她打过电话，想撮合我和李锐复合。你答应了？我问。爸爸拍桌子，绝不可能，有他们做我坚实的后盾，我放心了。其实我就是担心我爸妈耳根子软，又磨不过死气白赖的婆婆，暗中又捣鼓我和李锐的事。离开这座城市那天，我在机场候机刷手机的时候，看到一条本市新闻，一个女孩子被伪高富帅骗钱骗色，察觉自己上当后，不但不报警，反而跟伪高富帅同流合污，欺骗更多的人，被揭穿后连夜出逃，现在被警方捉拿归案。我看着腕上戴着手铐，被警察押送着坐进警车的女孩，一眼就认出了是曾馨。听说她傍上高富帅后，我知道依她的本性，就算当即有钱花，但往后的日子也不会幸福。但我绝没想到她会走到这一步。广播里提醒我乘坐的航班即将起飞，我整理了一下心情，收好手机，拎上行李，排队检票，奔赴我人生新的旅途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